欢迎收听《生命的光》。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尝试用一个带有信仰启发的角度来看看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要谈主题是万物皆规律。那我们手边主要有2份资料：宇宙的本质探索，万物皆规律；还有从圣经智慧看宇宙奥秘，万物皆规律，造物主的完美秩序，还有一些相关笔记啦哦。这次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就是说宇宙它本身这种规律性啊，是怎么引导我们去理解生命啊、意识啊，还有存在的意义。然后科学跟信仰，他们是怎么好像可以一起来揭示这个宇宙的秩序？那我们在里面又是扮演什么角色呢？好，那我们就先从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开始谈好了。首先，资料里提出一个我觉得蛮根本的概念，就是任何真实的客观存在，好像都必须要符合逻辑规律。对，其中一份文件把它看作是一个公理，也就是说不太需要证明的基本出发点，对不对？有趣的是，这个观点它挑战了我们一般比较唯物的看法。他说，如果连我们以为很实在的物质，在量子物理相对论底下，都表现得有点难以捉摸，甚至有点抽象的感觉。那是不是说，所有符合规律的抽象概念，比如说数学法则这些，搞不好也应该算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呢？对，这个说法等于是把真实的范围扩大到不只是我们摸得到的东西。这个想法就直接连到万物皆规律的核心论点了。这边有一个推论，我觉得非常耐人寻味哦，就是说宇宙的规律本身，它是不生不灭的，是永恒存在的。哦，不生不灭，这怎么说？从逻辑上来看是这样，你想哦，如果规律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那就表示在所有规律的集合外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创造规律的规律，对不对？这样一来，逻辑上就好像有点都不拢，会一直循环下去。我懂了，就是规律之上还有规律，没完没了。对，然后呢，另一份资料它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诠释。他说，这种规律的永恒性正好反映了造物主，也就是上帝，他的永恒属性。就像圣奥古斯丁讲过嘛，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语言。听过这句话。所以规律就好像是，造物主永恒智慧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投射。为了帮助理解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资料里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那个象棋宇宙。对，那个象棋的比喻。你可以想象嘛，象棋有它固定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会变，然后棋子可以看作是基本粒子或是各种存在。棋盘就是空间，对，然后吃子就是粒子间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赢棋嘛，这可能就隐喻了宇宙的目的性。没错，就是用这个相对简单的逻辑系统来帮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真实宇宙可能也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逻辑组合。不知道这个比喻有没有帮助您稍微抓住那个感觉？我觉得有他把很抽象的东西具象化了。这个比喻其实也很巧妙地连到下一个点，就是物质跟非物质的讨论。怎么说？一般我们定义物质都会说要有空间、有质量，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嘛。那像光这种，按照这个定义，好像就比较偏向非物质。对，光没有静止质量。但这里的观点是强调说，物质跟非物质在根本上可能没办法切得那么干净，它们更像是一体的两面，是互相融合的。如果从信仰角度来看，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上帝创造的世界包含了可见的跟不可见的领域。那你看光的波粒二象性，这个物理学上的。对，它一下子像粒子，一下子又像波动，这两种性质看起来很矛盾，但又同时存在。有些观点就认为，这个现象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理解一点点那个信仰里面讲的道成肉身，就是神圣变成具体形象。对，就是那个神圣的本质显现为有形的、可见的存在，一种可见与不可见，物质跟灵性的结合。哇，这个连接蛮有意思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提问，我觉得更胆了。是什么？就是问说，物质的本质最终会不会根本就是数学？
这很大胆。对啊，但支持的理由好像也不少哦。你想，数学规律很稳定、很简洁，但又能描述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宇宙的很多现象确实是用数学描述的。对吗？像是相对论讲的时空弯曲、量子的那些奇怪行为，甚至是一些基本的物理常数，就是那些保证宇宙不会乱七八糟的数字。这些东西好像用数学去解释是最根本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物质的底层逻辑就是数学，那说不定，现在物理学最大的两个理论，量子力学跟广义相对论，它们之间有些矛盾的地方。或许就有机会找到一个统一的基础了。没错，这想象空间很大。那这很自然的就带到科学跟信仰的关系了。是，虽然我们知道历史上，比如说地心说那个时候，科学跟信仰是有过一些摩擦啦，对，这点大家比较熟悉。但我们参考的这些资料，更强调的是，它们其实是可以和谐共存的。科学很厉害，它揭露宇宙是如何运作的，那些精密的规律。像资料有提到鱼的耳石，像个小小的时钟一样，能记录时间，这就被看作是，造物主智慧的一个小证据。一个细节的展现。对，那信仰呢？它尝试回答的是更终极的问题：为何会有这一切，以及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各司其职的感觉。有点像，就像哥林多前书说的嘛，我们现在看东西，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意思是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对，人类科学的认知总是有它的局限性，而信仰提供的启示被认为是超越这个局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科学跟信仰，也许就像是认识世界奥秘的两面镜子，可以一起映照出宇宙的某些真理哦。好的，那我们这一次探讨啊，从一开始的逻辑公理谈到宇宙规律好像是永恒的，用了象棋的比喻。还思考了物质的本质会不会就是数学？对，最后看到科学跟信仰好像可以一起指向一个充满秩序的世界。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好。这一次讨论，我想留给听众朋友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好了，就是说，如果宇宙的根本真的像资料里推测的那样，是这么深刻、这么抽象的规律，搞不好就是数学本身。然后我们的意识可能也是这个客观规律在某种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一部分。那这对于我们怎么理解自己的存在，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在跟着一个早就写好的宇宙剧本在走，或者就算是在这个宏大的规律之网里面，我们是不是仍然拥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可以去选择、去创造？这确实是个大哉问。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